好了，大家好，我是阿左，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垂直报告。同样，我们这一期的垂直报告将分为5个部分，分别为报告介绍、触发原因、风险规避、应急方案以及事故总结。欢迎收看这一期垂直报告。同样，我们这一期的事故报告来自 AAC 出版的《北美攀登事故年鉴》，关于一期队伍在下撤时出现的滑坠事故。好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事故所发生的一个山峰。当时3名攀登者正在中间的这条 Pearly Gates 路线上结组下撤，并出现了滑坠。我们可以在这个图的右上方看到这个 Pearly Gates 路线的难度为 AI2， 也就是说整个线路最难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个60度左右的一个冰坡。从这张在 Pearly Gates 路线上俯拍的照片，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整个路线的坡度情况。从旁边的攀登队伍的反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事发的队伍在下撤经过这段路线的时候，并没有设置任何的锚点或者是保护站作为保护。尽管他们穿了冰爪，但是在这样坡度的路线上，一旦出现滑坠，速度将变得非常快。当时的3名攀登者就是在我们现在所标注的这条路线上出现了滑坠，并停留在了图中的这3个位置。处在最上方的红色是攀登队伍的领队，他在滑坠的过程中掉入裂缝，并被卡在了里面，形成了一个类似 dead man 的锚点，才拉住了整个滑坠的队伍。如果他没有卡在冰裂缝中，整个队伍还会继续往下滑坠。处在中间的黄色攀登者丢失了他的一只靴子和一只冰爪。处在最下方的绿色攀登者刚好停留在了另外一个裂缝的边缘，但是因为头部受到撞击，整个人神志不清。参与救援的攀登者还提供了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在发现掉入裂缝的领队的时候，发现领队在解组的时候，其实是他将多余的绳子盘在了身上，但是他没有正确的把绳子的解组单系在安全带上，也就是说这个领队的解组技术其实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在检查了下方的2个攀登者之后，同时也发现其他的2个攀登者在解组的时候，他们只是用绳索将自己连接在了这条绳子上，也是一个错误的方式。所以说可以从整个他们的情况可以看到，他们整个队伍的解组技术其实都是错误的。这张照片就是事故当时所拍摄的照片。在事故发生之后，路线上的其他攀登者很快对这支事故队伍提供了一个帮助。当时的救援队伍在评估了现场的风险之后，发现其实当时这个区域落石和落冰的风险都还是非常高。他们在很快的固定了整个绳队，并将掉入裂缝中的领队拉出裂缝之后，很快的将他们3个人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区域，并呼叫了直升机救援。直升机到达之后，评估了3位伤者的伤势，接走了伤势最为严重的领队，其他2名伤势较轻的队伍跟随其他救援队伍步行下山。这一期我们来到了成都领攀登山培训学校，请 John 来帮我做这一期的报告解读，走吧。好了，现在我们来到了领攀登山培训学校，来请领攀校长 John 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一期的报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成都领攀登山培训学校的校长，曾山，英文名字是 John。这个事故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很明显，这个路线超过他们的能力。怎么超过他们的能力？就是第一个，他们的技术，绳索技术是不够懂，然后最基本的一些可能怎么正确用冰爪，怎么走下坡，还有怎么滑坠自动是不太会了。我们现在看起来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技术大家可能容易忽略的，比如说怎么走路，怎么进行雪坡行走、冰坡行走。但是如果你掌握不好这些简单的技术，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是，对。而且我不一定说是简单的技术，它确实不简单的。对的。它是一种基础的，在这个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么用冰爪在一个陡坡走路，确实你要练的很多时间，你才能变得很熟练。今年这个，所以我觉得说可能这是大部分人容易忽略掉的一个地方，忽略掉手和脚的一个保护，其实是最基本的。你觉得手和脚的保护是最基本的？我觉得最基本的，而且最重要的。你最可能是滑坠，是你下山的时候，因为你可能就登顶，然后下来，然后比较累，所以你更需要这种怎么用冰爪在一个陡坡怎么走路，正确走路的一个方式。
其实这个坡是算是比较陡的一个50度到60度。对，它最陡的地方有50度。对，这个算比较陡的，而且你要看是软雪或者是冰是什么样的，不会跟那个坡度没有决定性。OK。然后他们应该不太懂怎么用你的行走稿去滑坠自动那个动作。滑坠自动不是很难，但是你必须学，因为它必须变很熟练，这是一个本人的一个反应，所以为了它变成一个本人的反应，那你必须去练，你必须练习。然后我觉得这是所有的登山人去练习的不够的部分，所以一个是不太会用冰爪在陡坡去走路，第二个不会用冰镐去自动。对的，这是你第一部分的保护要做的，你做一个陡坡。OK， 第二个，如果这两个失效，第二个就是你希望你的绳子能给你保护。对，就是他们解组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绳子给他们保护。对，然后他们但是绳子没有，他们那个绳子没有盘对了。第二个可能他们之间的，我怀疑他们之间的绳子，一直太松，就是太松，拉走。导致这个有一段的，相当于是有一段的一个冲坠距离会很长，对，然后就突然绷紧那个人，然后导致这个冲坠的力很大。对，然后实际上我看到他们这个绳子中间没有任何锚点，所以绳子没有锚点，一个人滑坠，那两个人也要拉下来。如果你不会滑坠自动，那是跟绳子一样的。OK， 所以说这就完全导致了他们直接就是一摔倒，然后直接两个人同时被摔倒，整个队伍都滑坠。对，我觉得很重要的，大家一个概念，大家应该知道是，如果你用绳子解组的，这个是给很多人一种安全感，但是一个错觉。有可能，如果你绳子没用对，没有保护，用它把你自己保护对了，实际上它还是跟没有绳子一样的，就是也是不安全的。就是他等于是在支队人是在一些不会一些基本的技术的情况下就开始解组，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对，你觉得他们是缺乏一些什么样的技术？他们不知道在什么方面的地形，是一种判断。实际上，你应该知道，按照我这个水平，按照这个地形，如果我滑坠，后果可能是什么？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保护我自己？也许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保护方式？包括放什么样的锚点？有不同的保护方式，比如叫星星键保护是一种。在这儿说这个可能太长了，但是或者也许你要直接下降，因为你看得很陡。在成都领攀，我们登山学校，我们会先教大家是在一个陡坡、雪坡和冰坡怎么去用脚安全去走路，和冰爪怎么去安全走路。然后如果滑坠，我们也要求大家去非常熟练去学习这个滑坠制动，在不同的指示去学习。你选得很好，这个事故算比较普遍的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刚刚开始登山不久的一些人，怎么规避这个？就是即使你要学，就是我说过，你要学这些正确在怎么走路和用冰爪的很正确的方法，这个是很重要。然后用你的行走稿怎么滑坠自动，和用你的行走稿怎么保护你自己，这个也很重要。第二个，你要学习很正确的解组的方式。这个是，然后有不同的地形，有不同的解组的方式。对这个路线的判断，就是他们没办法判断这个路线是不是超过了自己的能力。我觉得你像这种判断，你觉得他是怎么样去学习会这么判断？这个是最难的上一个，你觉得呢？我就想问你，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你先要去了解自己会什么。对，而了解自己是很难的。是，这个判断是通过经验，通过登山的很多经验，你才能积累这些判断。实际上，你要判断主要是对我自己的能力怎么样，我的其他的团队里边接触的人的能力怎么样，然后我在这样的地形，我觉得危险不危险？那我需要做什么方面的保护方式是最好的？在这样的地形，所以你都要从这几个方面都要考虑这个，所以这个是比较好。你这么积累经验，然后有这个判断，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上课，看一个登山培训，这个的话你可以开始学最基本的这些技术，还有一些知识和正确的概念和思路。
但是还是最重要，你以后还要自己去登山，去积累很多经验。这个有几个方面的，一个你可以跟一些商业团队去登山，你可以跟一些朋友去登比较容易的，非在你们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的这样山峰，自己的这个舒适区。对，或者你可以请一个真正的向导带你去爬一个比较有挑战、对你有挑战的路线。通过这个方法，你可以学很多，因为向导是1:1或者1:2带你。然后你可以学很多东西，你可以在我们成都领派来学习，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学习。但我建议你登山前面，你先上一个这种培训，然后你自己可以开始去登山。你觉得在国内会有这种很快速的救援吗？不可能。不，除了有其他的团队也是在那个同样的路线，比如说雀儿山呀、半指峰。对。但是如果像我们要去到一个很少有人去到的山峰攀登，如果发生了类似的这样的事故，一个人卡在冰裂缝里面，然后其他2个人又动不了，那几乎你觉得这样一种情况是不可能，这是自救。如果你有一个卫星电话或者有信号，你能打电话，然后也需要人从最近，就是说你，比如你在一个景区或者一个地方，最快有人到你那儿，我估计有3天的时间，在国内，那时候你已经死了。就其实大家在出发之前，就像你说，一定要具备一些就是基本的技术，特别是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要会一些可能是野外医学啊之类的救援的。最好你出发前你还能学的野外医学要学这个 WAFA 或者 WAFER， 还有学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救援的方式。而且最重要，你进山前面做你的，就是你上一期好像是上一期说的，就是你要做很成熟的这种应急方案。这个是很重要的。对的。特别自己去登山或者跟朋友去登山，你要有很多那个选一种非常保守的一些目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这是我的建议。如果你刚开始登山的话，这是在美国发生的有比较成熟的救援体系，但在中国没有，所以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故，我估计这3个人有可能回不了家。所以如果你自己来登山，在中国或者各方面，或者不管跟别人去登山，你一定要提前好好做一个计划，一个安排应急计划，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保证你所有的针对这个路线的这些技术，你们所有的去的人都了解怎么做。那么我们在回顾这样一个事故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对于一个小白攀登者来说，你要去攀登，或者是你将要跟随一个领队去攀登一座这样的雪山的时候，首先你一定要判断你的领队是否有足够多的能力，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攀登这样一座雪山，他是否能给你提供足够的保护。在攀登任何一座雪山之前，你都需要去学习一些基础的一些登山技术，或者是自我确保方式。第二，不管你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接触，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行进，你都需要学习滑坠制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自我确保技术。当每个人都还不会任何技术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那么这只能让风险变得更高。第三，我还是再次强调，如果你要在国内独自去探索一片这样未知的区域，如果有这样的风险发生，我希望你在一开始就要做足充足的准备，尽可能2个队伍或者是3个队伍一起去到这样的区域，互相有一个照应。好了，这一期的垂直报告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带来一期关于冻伤的事故报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希望大家点赞转发，你们的支持将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好了，我们也开通了 B 站频道，希望大家前往 B 站观看数字3年。